大家好，我是龚明明，又见面了。这个系列是关于开源的 AI 物体扫描系统。上期说到可微渲染因为输入不够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现在我们开始尝试用 Moji 得到更好的输入。Moji 是 MSRA 的一个新工作，之前简要提过。它可以从单张图片估计出深度信息，速度比 Depth-Anything 等快很多，结果也好得多。在它的网站版本测试了几张图片，效果都不错。看了代码，发现其实网站版会把输入图片当 sample 到宽度为800的图片再处理，下载到本地，用 info.py 可以关掉当 sample， 还能更精细的设置参数。这下得到的点云密得多了，还有原分辨率的深度和法线。但是这个法线为什么和 SFM 得到的差别那么大呢？其实只是坐标系的问题。SFM 用的是 OpenCV 的坐标系 ，y 向下 z 朝里，而 Moji 用的是 OpenGL 的坐标系 y 向上 z 朝外，所以反一下就行了。这下看着其实两者还是相当一致的。之前也提过 Vision 里面有个重要的东西，相机内参矩阵，它能决定如何从相机的空间转到图像空间。但 Moji 的网页版没有这个输入，靠的是估计的内参，这方面也会有些误差。还好，前不久的更新里加了可以输入 x 方向的 FOV， 再通过图片长宽比得到 y 的 FOV， 中心位置就用图片中心来凑合了。但即便有了这个 ，Moji 对物体的真实大小还是估计不准确。其实这个没办法，因为从单张图片是没有办法区分近距离的小物体和远距离的大物体的。难道要通过阴影？那就更难了。之前也提过，如果把 SFM 算出来的一些点的深度来校准同一像素位置上 Moji 得到的深度，就能把这个 scale 算出来，并且消除掉。那就先来做这个实验。先用来自 OpenMVS 加密过的点云，每个点的深度和 Moji 的深度一除，得到一个 scale。有意思了，分布是这样的，很明显可以看出，除了一些误差特别大的，其他 scale 基本都在同一个值。把这些求个平均，应该能大差不差作为 Moji 需要的 scale。那能不能再往前挪一步，不用加密过的点云，而直接用 SFM 的 feature point？ 试了一下 ，SFM 的结果非常稀疏，简直没几个点，视频里甚至不容易看出来。我把每个点画大一些，这下容易看到了吧？加密后的点云有200-300万个点，而 SFM 的只有几千个。就用这些有限的点，用刚才的方法来算 scale， 发现还是会得到几乎同一个值，3位有效数字是一样的，那就行了，连点云加密都不需要，直接从 SFM 的结果来算，又省了一步。好了，至此我们得到了校准过后的深度图，那要怎么用呢？这么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有相机姿态，有相机空间的深度图，那不就是个延迟渲染里的常规操作吗？从图片坐标得到相机空间的视线方向，除 z 之后乘上来自深度图的深度，这就得到了相机空间的位置，再乘上相机矩阵的逆，就得到世界空间的位置。之前关于 scale 的部分都源自于一个猜想，只要做这件事情，就能把多个视角下的物体调整成一样大小，并且对齐起来。现在是证实的时刻了，因为每张图有1200万个点。要把所有图生成的点云都放在一起，根本跑不动。我这里就放2个来试试看，基本还好，不是特别准确，但是还能对在一起的。然后再放一个进去，就发现问题了，不但误差较大，而且你看这个角度，直角不再是直角了。这是 Moji 预测的形状不够准确造成的，还是那样，无法区分是一个近距离小物体还是远距离大物体，只是这里更细节。是同一个物体的不同区域在距离和大小上的歧义。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做到底的，用 mask 过滤一下，只有前景物体的点云留下来，这就能把来自所有图的都放在一起。但是这也是真够呛，不但对不齐，还有很多杂碎点在周围，这质量没法作为 MVS 来用。现在看来 Moji 这样单视角生成深度的，一定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学术圈现阶段就喜欢用更少的数据做到同样的结果，而不是大家需要的用同样的数据做到更好的结果。于是乎就出现了都挤到单视角的情况。那么说就这么放弃了吗？真的没有办法了吗？先等一下，
我们重新考虑一下现在的情况，我们有来自于 SFM 的深度图，上面有些地方有深度，这些深度值相对靠谱。同时我们有来自于 Moji 的一张深度图，每个点都有深度，但不靠谱。虽说不靠谱，这局部变化看着还不错，用法线图可以看得更清楚，很光滑，很连续。那么我们能不能把 Moji 的深度图做一定的形变，按到 SFM 的深度上，同时保持局部的相对形状？换句话说，用 SFM 的深度图，把它每个点沿着来自 Moji 的局部变化趋势来生长，把这些洞填起来。你给翻译翻译。翻译成数学语言就是，已知全域的梯度和一些点上的值，能否以这些点为约束，从全域梯度来生成全域的值？这不就是泊松方程做的事情吗？尤其是 SIGGRAPH 2003年的 Poisson Image Editing， 它做的是把图 A 的一块区域抠掉，边缘作为约束，用图 B 的梯度往里生长，形成一个平滑融合的新图。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实现也不难，本质上就是解 AX 等于 B 这个线性系统，其中 A 是一个巨大的方阵，行列都有像素个数那么多，每一行对应一个像素。要是这个像素在 SFM 里有深度，就在对角线的地方是1，其他都是0，否则就是对角线的地方是-4，上下左右4个像素坐标上是1，所以一行最多有5个数是有值的，非常稀疏。右边的 B 向量也是像素个数的长度。SFM 里有深度的话就是深度值，否则是该点的散度，也就是梯度的梯度各分量的和。直接用 SciPy 里的 SPSolve 这个 Direct Solver 去解，就得到这么个结果。顺便说一下，其实这个程序几乎都是用 AI 写成的，还是 Windows 内置的 Copilot 这个弱鸡而已。不过 AI 写的总是有 bug， 还是得详细排查才行。现有的代码解一次需要 23.9 秒，同时出现一个性能警告，说需要 CSC 或者 CSR 的矩阵格式，而不是 LLL Matrix 这样通用的稀疏矩阵格式。按他说的来改进，换成 CSR Matrix 之后，改一下填充的方式，现在只要 9.5 秒。按说能用 Multigrade 和迭代式 Solver 来达到更高的性能，但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下，线性系统并不能很好收敛，结果就是要迭代很久，往往需要80秒左右。但其实最简单的优化就是减少像素个数，还是那样，用 Mask 生成器得到的 Bounding Box 扩出去一圈，切出来作为输入，这样 Direct Solver 也只要 0.1 秒。说实话还是不快。SciPy 的只有 CPU 单线程，很弱的，哪怕是03年的 GPU， 跑 Multigrade CG Solver 也快得多。其实这里不管是 Moji 还是泊松方程，性能上都有很多可以优化的空间。通过解泊松方程，我们有了一个尽可能贴合 SFM 又到处都有深度的深度图。现在来看看重建出来的结果，前3个视角贴合得很好，但总有这种突然冒出来的点，把所有视角下点云都载入进来，有些地方扭曲得特别离谱。问题出在解泊松方程得到的深度，在边缘的地方偶尔会有误差特别大的点，但是只要做个后处理，要求每个点都需要多个视角来确认，就应该能去掉这些杂点。现在的点云足够密，同个区域都有多个视角的点云可以覆盖到。其实 OpenMBS 里的点云加密这步也包含了这么一个后处理，把深度分歧大的点去掉，跟只用一个 scale 比强得多了。虽然以目前这样的质量，暂时还没法用来替换掉 MBS， 但好歹探索出了一个方向。另外，如果有了 Delighting， 去掉反射和高光，可能可以找到更多对应点，因此能得到质量更高的点云。到时候再来试试。所以下期我们继续往前挪，来看看 Delighting 的做法。欢迎继续收看，再见。